最近一段时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一句话引发了中日两国一系列外交冲突。高市早苗在发言中表示说，如果台海爆发武力冲突，日本可能进入存亡危机事态。这话一说出来，北京方面立刻强烈抗议，东京之后的回应也基本没有退让。二戰已經結束了80年，然而這一次的外交震盪似乎並非一次口頭摩擦，更像是傳遞一個訊號，日本的下一步可能比外界想象的更快更深，也更靠前。這一期我們要做的不是追新聞，而是把這句話放回整個日本防務體系當中，重新審視3個關鍵問題。第一，如果真的爆發戰爭，日本能不能參戰，能參與到什麼程度？第二，日本現在握有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戰力？日本現在有哪些武器？遠程打擊、反艦網絡、海上兵力、無人化平台，哪些是真實戰力，哪些還沒有實現？第三，最後1公里由誰來走？人員、後勤、彈藥儲備、機場、港口聯合作戰指揮體系，日本準備好了多少？存在哪些不足？今天這期節目咱們不討論誰對誰錯，只是把線頭一一拉出來，圍繞日本防務體系的有關歷史，把問題逐步拆開來看一下。高市早苗那句話最關鍵的地方，不是他的態度，而是他把之前人沒有講的，可以放在桌子下面的問題擺在了桌面上。東京下一步棋怎麼走，其實就卡在這些問題上。如果要理解今天高市早苗的那句話為什麼能引發外交震盪，就不能只看他這一個人，也不能只看台海情勢。日本在能不能出手這件事上，一直有一條紅線，這條線呢是從1945年開始畫起的。二戰之後，日本憲法第9條把不維持軍隊寫進了文本，這一點很重要。原文原引如下：第一項，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之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之戰爭，以及以武力威嚇或以武力行使解決國際紛爭之手段。第二項，為達到前項之目的，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一概不予保持，國家之交戰權不予承認。日本國憲法第9條的來源存在爭議。美國人說這項規定是當時的日本首相碧原喜重郎自己提出來的。日本人說不對，這個想法直接來自於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碧原只是充當了一枚棋子。甭管是誰先提出來的，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美國在戰後的目標呢很明確，就是要讓日本失去再次發動戰爭的能力。但是這個事兒呢，很快又開始自相矛盾起來。為什麼呢？因為冷戰很快開始了，美國特別需要一個在東亞的盟友。朝鮮戰爭爆發成了轉折點，美國把駐紮在日本的大部分部隊調往朝鮮半島作戰，日本本土的安全防衛出現真空。在麥克阿瑟的指示和鼓勵下，日本政府被要求建立一支力量來應對內部動亂，填補防衛空缺。一個奇特的事物誕生了，這就是自衛隊。名義上不是軍隊，實際上具有準軍事組織的性質。自衛隊分成陸上、海上、航空，有飛機有艦艇，但是理論上不能戰鬥。自衛隊的存在從一開始就帶着矛盾，後來的很多問題都從這裡生根發芽。進入1970、80年代，日本的國防政策只有一個核心，只保護自己，不介入別人的戰爭。就算有導彈飛過來了，理論上也只能攔截，不能主動打回去，只許挨打，不許還手。好了，有了這一層歷史背景，1991年的海灣戰爭，35個國家以美國為首組成聯軍對伊拉克發動軍事行動。日本呢也想參與，但是政策不允許，說那我們就出錢吧。好家伙，他們提供了高達130億美元的巨額財政援助，這可是1991年，這筆援助大致相當於戰爭總開支的1/4。可是熱臉貼了冷屁股，這種出錢不出人的做法，當時在國際上引發了強烈批評。最讓日本政府尷尬和耿耿於懷的是，戰後科威特政府發布了一份感謝名單，感謝所有參與行動的友好國家，但是並不包括日本。這就好比
老公公背着兒媳婦過河，出力不討好。科威特認為日本缺乏實際貢獻，日本認為這個事兒對自己的外交形象造成了巨大打擊。這次經歷促使日本重新思考安全政策，並且成為推動他們向海外派遣自衛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之後的20年日本一步步調整戰略，可以派非戰鬥部隊到海外，可以提供後勤支援，可以參與國際維和，但是始終不能行使集體自衛權。什麼是集體自衛權呢？這是現代地緣政治的產物。簡單來理解，它就像中國在戰國時代的合縱，幾個相對比較弱的國家意識到單打獨鬥一定會輸，於是呢，開始抱團取暖，結成聯盟，共同对抗西邊強大的秦國。核心目標呢就一個，大家约定好，就是秦國攻打任何一國，其他幾個國家都要一起出兵幫忙。日本就相當於那6國之一。可有一樣，盟友如果挨打，別人能幫，日本幫不了。為什麼幫不了呢？就因為法律規定了不能行使集體自衛權。到了2015年，安倍政府推動了一場關鍵改革，叫做和平安全法制，簡稱安保法案。這項法案最大的爭議在於利用重新解釋的機會，認定在特殊形勢下，日本可以出動自衛隊。哪些屬於特殊形勢呢？比如和日本關係緊密的其他國家或地區發生武力攻擊，比如威脅日本生存危機，甚至嚴重威脅日本國民生命。安保法案的性質是大幅擴展了自衛隊的活動範圍，解禁了集體自衛權，突破了憲法第9條的限制。但是具體什麼情況是威脅到日本的生存，法律沒有給出答案，只留下一堆模糊空間。然而這些模糊在台海問題上突然变得尖銳。2022年安倍晉三一句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把整個討論推上台面。在此之前日本对台海危机的討論多半停留在資訊戰、難民潮、海上交通受阻等等間接衝擊。但是安倍的話成了直接衝擊，這句話沒有法律效力，卻成了政治信號。而高市早苗這次的說法呢，等於是把安倍的政治話語第一次用接近法律的語氣講出來。如果台海爆發衝突，日本可能進入存立危機事態。這個存立危機事態這6個字不是隨便講的，它是安保法制裡最敏感的觸發條件。一旦認定存立危機事態，日本就能夠突破許多原本的限制，包括可以使用武力，可以支援盟國，可以行使有限度的集體自衛权，可以讓日本自衛隊參與在戰區周邊的任務。而台海是否屬於戰區周邊，過去呢一直是故意不講，或者是刻意回避的空白。高市的表述等於是把這個空白拉出來，還照了一道强光。法律上的模糊到了今天已經無法和地缘政治分開。如果台海真的出事兒，日本的航線会被切斷，大批的能源物資供應会瞬間卡死。而另一個變化是社會氛圍。10年前，日本大部分民意反對改憲，反對自衛隊擴權。但是俄烏戰爭之後，日本民間意願有了变化。根據民調結果顯示，支持日本加強國防的聲音正在增加。這種情況也就給了日本政府更多的理由。所以我們看日本開始制定反擊能力，採購戰斧巡航導彈，強化西南各島的防衛，國防預算也在近年來持續大幅增長。法律沒有改，但是政策和現實已經往前快跑了3步。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句意外的政治表態，而是3條線的交匯。包括什麼呢？戰後的歷史背景、憲法與安保法案的限制，以及東亞局勢把所有問題推到前台的壓力。高市早苗之所以引發外交衝突，其實不是因為他講得多激烈，而是他把那個原本踩在影子裡的問題揭露了出來。那麼日本到底準備把自己放到什麼位置？是繼續維持模糊，還是準備再往前走一步呢？日本在戰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所有的國防邏輯都設計在了防止戰火落到本土這條線上。攻擊別的國家是日本戰後最不能觸碰的禁區。這條禁區第一次開始鬆動是在1998年。1998年8月，一顆火箭從北朝鮮東部發射升空，這枚發射物尾部冒着金光，飛過日本東北地區上空，最後落入太平洋。這麼一個事兒
朝鮮的解釋是他們發射了光明星1號，這是一顆衛星，但是日本方面說不對，它怎麼就那麼碰巧從我們頭頂上飛過去了呢？日本政府堅信這是一顆彈道導彈。這個事兒同時也震驚了日本民众，各大媒体開始鋪天蓋地的報道。比較普遍的觀點認為這是前所未有的國防危機。在這之後，日本政府的反應仍然相对保守，他們加強防空，但是避開遠程打擊。至少從公開數據來看是这樣的。2022年是個分水嶺，1年之內，北朝鮮試射導彈超過100枚，有幾次呢被預測到說可能會落到北海道附近。警報聲在清晨把幾百萬的日本人從床上叫醒，那種似曾相识的感覺好像又回來了。同一时间地球另一端的俄烏戰爭也讓日本人看到了遠程火力的殘酷教訓。俄羅斯在戰爭初期最先攻擊的是烏軍的指揮所、雷達、能源網，而烏克蘭呢，依靠美國提供的遠距離殺傷武器，反擊到赫爾松，甚至是克里米亞。俄烏戰場清楚地告訴每一個旁觀者，越遠的距離，在一定程度上就越能決定戰爭。方方面面的原因為日本提供了足夠的理由，於是呢，他們最終做出一個戰後從未做過的決定，正式承認反擊能力。他們不再只限於防禦，而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主動削弱打擊源頭。這件事爭議極大，因為從本質上已經突破了憲法第9條。有人說，你看你說了這麼多，那真要是打起來，日本人手上到底有哪些能用的武器呢？那麼接下來我先給您說說日本現在已經部署和確定量產的導彈裝備。這第一種叫1·2式陸基反艦導彈，這是日本三菱重工在2012年研制的車載式地對艦導彈，也是日本所有現役導彈裡邊目前最成熟的一款。地對艦的射程大概200公里，部署的地點主要有北海道、本州沿岸、九州以及西南各島。它的主要用途是为了封锁海面，阻止艦隊接近，控制海上交通線。1·2式不具備跨海遠距離打擊的能力，這是個基本款。它的主要定位是一旦海上局勢緊張，可以幫日本先守住周邊海域。這套武器呢，已經成熟運作10年以上，後勤與操作人員完備，說明天早上發生危機，分分鐘就可以推出來上場。第二種叫1·2式改進型導彈，由1·2式衍生出了一種可以艦載的，最初命名為1·7型導彈，它的射程增加了1倍，達到400公里。在此基礎上，日本防衛省在2020年又批准了1·2式 SSM 改進型開發計劃。真正讓區域防務分析人士警覺的就是這個升級款。根據日本媒體報道，它的有效射程在最近一次演習中已經成功驗證超過1000公里，未來的目標據說是1500公里。這個1·2式改進型導彈具有隱身外形，可以減少雷達反射截面，而且具備高機動性、防攔截性能。不僅可以攻擊海上軍艦，還可以打擊地面目標。地面機動可以發射，軍艦、戰鬥機也同步開發。從九州可以覆蓋東海，從西南各島、台海全在射程以內。從北海道可以觸及千島鏈。據日本官方透露，目前還沒有大規模部署，實際戰力將在2026到2030年才會成熟。第三種，也是最近幾年最受關注的美制戰斧巡航導彈。2024年的1月，日本防衛省宣布和美國政府正式簽署了一份價值17億美元的合同，將在2025到2027財年期間採購400枚美制遠程戰斧巡航導彈。這些導彈和相關設備將要裝備到日本海上自衛隊的4艘配備了宙斯盾系統的驅逐艦上。美國的戰斧導彈有這麼幾個特點：穩定、成熟、具備實戰記錄，能對固定目標進行遠距離精準打擊，有效射程可以達到1600公里以上。這第四種是艦載防空和攔截系統，雖然不是打出去的導彈，但是談及日本真正的戰力，就不得不計算這一層。日本手上目前最成熟、最可靠的是攔截，而不是打擊。構成日本防禦體系的主要有這麼3個導彈系統。第一個，標準3型防空導彈，它的定位是第一道防線，專門在大氣層外攔截來襲的彈道導彈。第二個，標準6型防空導彈，它的功能呢就比較多樣了，
可以對抗飛機，也可以攻擊海上軍艦，還可以在大氣層內攔截彈道導彈。第三個是愛國者3型導彈，愛國者3可以專注於末端攔截，也就是袭来導彈快要接近目標的那一段。日本最近幾年很重要的一個變化是把火力布置到了島上，地圖上可以看得更明白。從奄美大島到宫古島，再到石垣島、與那国島，已經部署的包括反艦導彈、防空導彈、雷達站以及機動導彈部隊。那麼如果明天就爆發戰爭，日本有哪些能用的導彈呢？總結起来很簡单，能立即投入的成熟戰力包括1、2式地对艦導彈、愛國者防空系統、神盾艦加標準系列攔截導彈、西南各島機動導彈部隊。1年內可以投入的2025年開始搭載的戰斧導彈系統，少量的1、2式改進型導彈，3到5年內能夠投入的大批量的1、2式改進型導彈，以及其他未完成或者未公開的方案。单就目前的導彈系統而言，日本擁有的是可防守可回应，談不上主動速度到戰場，想要擺脫被動可能還差着一成意思。但是現在的戰爭並不會以導彈落地為開端，日本的布局已經深刻影響整個東亞的戰略節奏。如果要理解今天的日本海上力量，就必須從它的地圖開始看。這個國家有超過6800個島嶼，海岸線長度排進世界前5，但是它的大部分歷史階段裡都不是一個單純的海洋國家。明治維新以後的快速擴張，二戰期間的海上決戰，戰敗以後徹底解除武裝，再到冷戰時代被美國納入安全框架，它的海軍性格其實一直都在摇擺。今天的日本海上自卫隊看上去像是经歷了现代化快速成長，但是在每一次升级背後都能夠看到戰後80年以來累積的陰影、焦慮和矛盾。今天外界談日本海上力量，常常聚焦2個象徵性標誌。第一呢，是從直升機護衛艦逐步轉型為輕型航母的出雲級；第二是加速成軍的 F-35B 隱形戰鬥機。這2項每次但凡有點風吹草動都會引起外界熱議。人們最常討論的一個話題就是日本軍國主義是不是又回來了？日本是不是正在走向一個更具攻擊性的方向？人們的顧慮或者擔心並非毫無來由，他們這些變化並非口號標語，而是實實在在的以各種形式呈現在了海面上。日本海上自衛隊目前擁有2艘出雲級輕型航空母艦，一個叫出雲號，一個叫加賀號。我說到這兒呢，肯定有人会說你說的不對，日本呢不是航空母艦，是日本官方態度很微妙，一直坚稱這2艘不是航母，按他們的說法叫直升機護衛艦。這個事兒純屬文字遊戲。出雲號是2015年正式服役，加賀號是2017年，這倆都叫出雲級，屬於姊妹艦，就跟當年大清的定遠、鎮遠似的。最開始的確是只能起降直升機，儘管目前還處在改裝測試的階段，但是呢，已經能夠滿足 F-35B 的起降，功能上就是輕型航空母艦。日本方面堅持說是護衛艦，名義上不承認，但是他们實際上呢，已經擁有具備航母功能的軍艦。對外界而言，一個非常直觀的變化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空中力量，過去大多依靠陸基機場，現在已經可以在海上靈活部署，在相對遠離本土的範圍維持戰力。尤其是冲繩群島以南，地理條件複雜，基地有限，看上去只有2艘，實際上這就是移動機場。這種能力的象徵意義是大於數量本身的。除了航母以外，日本還有一樣秘密武器。2025年9月，日本海上自衛隊在試驗艦飛鳥號上成功進行了全球首次無火藥艦載電磁炮的實彈射擊測試。電磁炮曾經被視作科幻武器，現在已經在日本成為现實。據稱這種彈丸的速度達到2500米每秒以上，遠超傳統火炮。美國海軍曾是研發電磁炮的先驅，前後16年時間投入資金數十億，最終因為技術挑戰太大取消了計劃。中國方面也在持續研發，到底到了什麼程度相对要更加神秘一些，现在只有日本宣布成功測試。
能不能投入實戰還不知道。顯而易見的是，日本在海上的这個防禦正在從原本受美國保護轉向部分自主的實力建構。除了水面以上，水下一樣值得重視。日本的潛艇力量一直是外界低估的重要变量。日本的潛艇目前總共擁有24艘，主要分成3個級別：大鲸级、蒼龍級、清朝级。清朝是比较老的，大概有8、9艘，現在有一部分已經降级為訓練潛艇。蒼龍級是他們目前的主力，一共有12艘。雖然不能跟核潛艇相提並論，但是有一個獨門絕活，叫做不依賴空氣推進，就是不用獲取空氣中的氧气的情況下，也能夠長時間驱动潛艇。據說最多能在水下潛航2周的时間。大鲸级是最新的，目前大概有4艘正在服役。大鲸级以及最新的2艘蒼龍都是用的鋰電池的柴電潛艇。這種潛艇最大的特點是極致靜音，隱蔽性更強。總的來說日本的潛艇以高靜音、長續航技術尖端而不容小視。和中国的潛艇部隊相比是典型的質量对数量、常規動力對核動力。中國海軍擁有規模強大而且類型更全面的艦隊，日本海上自衛隊呢，則專注於技術先進、極其靜音的常規動力潛艇。對於中國海軍而言，日本潛艇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對手。他們的作戰區域就在家門口，而且水下指揮控制系統高度現代化，有完整的海底聲學監測網支援。日本的海上力量可圈可點，這裡就產生了另一個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日本強化海上力量到底是自主國防的自然演進，還是在為可能出現的衝突做準備？從其海上能力變化的節奏來看答案可能比官方描述的要更加複雜。出云级的航母化、F-35B 的部署、潛艇升級、電磁炮測試、全天候監控體系的整合，都發生在過去5到8年之內。這種集中度和速度顯示日本並不是被動升級，而是在積極設計一個未來可能需要用得上的海上態勢。然而从另一個角度而言，日本也有其安全焦慮，四面環海，本土狹長，能源高度依賴海上運輸，一旦區域動盪，日本是最容易被封鎖的國家之一。這對他來說呢，不只是軍事問題，同時也是生存問題。所以日本強化海上力量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種避免被動的策略，在變化快速的地缘環境裡，不讓自己只有单一選擇。无論如何日本海上力量的現代化對整個西太平洋的戰略平衡都產生了實質影響。主動、被動、中立，外界可以有不同的解讀。比較現實的一個情況，不得不重視和深思的是，在台海、東海、南海組成的海上三角地帶，日本已經不再是過去那個抱着美國大腿的旁觀者，也不只是區域守衛，而是變成了另一個可能在重大事件中具備決定性作用的參與者。日本這個國家在軍事上有一個根深蒂固的矛盾，它的科技基礎強，工業能力好，但是在防務領域內人才不足，人口萎縮，招募困難。這些問題比任何軍艦導彈都更直接地限制着自衛隊的未來。2023、2024這2年，日本官方多次公開承認自衛隊的缺員已經超過20%，尤其是海上自衛隊。日本很少這樣坦白地承認不足，所以這種情況就很值得注意。正因為確實缺人，日本最近幾年在人工智能、無人化、自動化的投入更像是一種替補策略。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正在加速發展的無人水面艦艇、無人潛航器。在過去日本海軍習慣於用大型有人艦艇維持巡邏密度，人手不足的問題讓這種模式難以維持。於是呢，日本開始採用更智能化的監視網，包括 AI 影像識別、海上自動警戒系統，甚至還有自動航行、能回傳聲學資料的水下載具。而在空中領域，日本的 AI 應用推進得更快。F-35系列戰鬥機自身就具備強大的感測融合能力。日本更積極的呢，是體現在架構整合上。自衛隊開始實驗，讓雷達站、海上巡邏機、無人機和衛星由 AI 自動整理目標資訊，建立航行軌跡，
預測威脅方向。對於一個缺人、缺飛行員的國家來說，這種用演算法取代人力的方向，既是現實，也是必然。特別讓外界關注的是，日本已經開始着手開發一種更具戰略意義的項目，我們姑且稱之為 AI 指揮輔助系統。日本自衛隊公開資料顯示，他們正在開發能夠協助高階軍官快速判斷海空情勢、生成作戰選項、預測敵方下一步的大型 AI 模型。說那邊打起來了，一鍵就能生成作戰計劃。在人口高齡化加速、官兵年齡結構斷層的情況下，日本似乎希望讓科技在未來能擔任關鍵角色。但是科技的進步同時也暴露了另一個現實，日本的國防供應鏈並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樣具備全面優勢。它具備精密制造能力，但是在 AI、晶片、軟件、數據分析等等相關領域常年落後於美國和中国。美国的大腿呢，該抱還得抱。比如 F-35 的維修、關鍵軟件、網絡系統都高度依賴美國。別的不說，如果未來進入高度緊張狀態，日本在科技戰力上能不能夠保持獨立性，是一個十分值得觀察的变量。不過這個科技不會單向的推升安全感，有時候反而會讓不確定性更高。和美国合作越密切，日本海空力量的联动性就越深。從中国的角度看呢，任何一场重大衝突，日本都有可能被捲进來，不一定因為日本主動，而是因為科技整合本身讓合作双方很難完全切割。日本好像也非常清楚這一點，所以在這幾年的官方文件裡可以看到兩種語气並行。一方面強調自主防衛能力提升，另一方面加強美日科技共享，看似矛盾，但本質上是一回事。日本正在努力讓自己不要在未来的戰略環境裡處於完全被動。科技、AI、人力這三項看似不同的議題，其實構成了日本未来安全形態的核心。它需要科技來補人，人需要系統來補經驗，而系統又需要外部合作來補不足。日本可以說正在重建一個屬於21世紀的軍事結構。這個重構的源頭就是他們要竭力避免在快速變化的地緣政治裡落後。這些變化沒有轟炸聲，也沒有大型軍演的震撼畫面，但是對安全態勢的影響可能比任何一場軍事演習都要更加深遠。如果把日本近年的軍事調整放回到地圖上来看，你会发现一个耐人尋味的现象，就是变化本身其實並不突兀，真正引起周圍國家注意的是這些調整所形成的方向性。方向一旦確立，哪怕速度不快，累積起來的力量也很難不讓人聯想到軍國主義的歷史。對中日關係而言台海就是最直接的試金石。從北京的角度，日本的擔憂其實並不新鮮，只是過去日本的立場多半停留在政策聲明和外交語言。現如今呢，日本開始在西南各島部署雷達，加強反艦導彈，推動聯合作戰指揮。這些行動本身不是挑釁，但是訊號很明顯，他們已經開始為將來做準備了。而如果站在東京的角度，中國海空力量的量、質和行動半徑都在過去10年快速上升，這讓日本不得不重新估算實際的風險。一旦區域爆發衝突，日本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至少從其自身安全邏輯來看是這樣的。日本的介入方式不一定像外界想象的那樣直接，更可能的狀態是後勤、情報、反潛巡邏和海域封鎖。這些角色呢，不會直接的進入戰場，但是足以影響戰局。台海之外，在南海，日本並不會像美國那樣高調，但是他們的護衛艦確實正在增加出現頻率。雖然日本始終強調是確保海上秩序，但背後卻是更大的戰略聯動。美日防衛合作的觸角正在向南擴展，不至於成為直接壓力，但它是一種結構力量，時間越久影響越深。同時日本與菲律賓之間的防務互動加強，也讓整個南海局面更加複雜。對北京而言，這意味着地區多了一個非美國主導，但與美國有共同利益的安全連線。日本不會成為第一線主角，卻可能成為關鍵協助者。這個角色特別微妙，不會搶戲，
卻足以改變其他大國的行動計劃。再往北看啊，韓國的存在讓局勢同樣耐人尋味。韓國與日本沒有真正的軍事互信，但是這兩國在調整國防結構上都和美國共享情報架構，這是一個不完全統一但也不完全分裂的三邊關係網。這種半整合的狀態反而更難研判，它可能因為某個事件迅速收緊，也可能在摩擦中快速鬆動。日本在其中扮演的是一個既不挑頭但也不會退出的角色。而隨着日本海空力量的增強，區域穩定與否也勢必受到日本政策的影響。日本強調的是避免衝突，北京強調的是主權與領土完整。表面看起來語言和立場各不相同，但實際上都不希望失控。日本害怕被捲入戰爭，中國更不希望被拖入一場消耗性的對抗。這種微妙的共同利益呈現某種平衡，彼此较勁角力，但彼此呢也需要对方保持克制。所以從這層面來看，日本軍力的提升不是單純的劍拔弩張，更像是整個地區力量按照大小個重新排位。对北京方面来說啊，這意味着周邊的安全空間變小了，必須更加謹慎的應對。對東京而言呢，這意味着再也沒有模糊地帶，它需要明確的站在某個位置上。台海是否會成為出發點，沒有人能夠提前預言，但可以確定的是，日本無論願不願意，都已經逐漸被吸入地區競爭的核心。而未來將不僅取決於中美的互動，也會深受日本的每一次政策調整所影響。這不是日本準備介入，也不是中國擔心包圍，而是整個區域都在適應一個現實，力量正在重新分布，而東京的下一步棋正從邊緣走向相對重要的那個位置。好了，感謝您的收看收聽，這裡是烽火趙東南。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我的頻道。本期節目到此結束，我們下一期不見不散。